身心为你做出的选择比你自己决定的选择更准确。但是如果你本身是很不快乐的人，结婚之后大概率是非常不快乐的。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本质上是清楚的了解自己，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时间感觉过得好快。谈恋爱的话是2014年，到现在已经10年了。结婚的话是已经5年。找老婆还是要看直觉，你要相信你的判断。你如何区分是多巴胺驱动的动物性的本能，还是一种理性的结果？两个是一体的。有些时候就是身心为你做出的选择比你自己决定的选择更准确。为什么？你身心给你的选择包括3个方面。一个是多巴胺方面，你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很舒服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感性驱动，他这个人讨不讨你喜欢，合拍和不合拍，和你的性格合不合得来。理性驱动的话就是说，物质条件、生活环境跟你匹不匹配，是不是门当户对。这3个合起来你称之为直觉。对，直觉。大脑其实潜意识能捕捉很多信息，他有没有在撒谎，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癖好，或者他的眼神有没有躲闪，这些都是一些潜意识就能分析出来的一些细微的，能对一个人的品格大概有一个了解。和任何人交往的时候，你大致的看一下这个人整个的气质，你会知道这个人能不能信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不只是谈恋爱的问题。其实你长到20多岁的话，你已经能分辨出你是适合于哪个环境的。在原生家庭这样的环境里长得非常的好，你觉得非常的舒服的话，你自然而然会选择一个像原生家庭这样的环境的。你也可能原生家庭不太好，那你可能会想要去找一个背离你原生家庭的一个环境。所以说你的身心都已经在帮你做选择啊，这是心理上本能的一种选择。20几年了，你在很多环境都生活过，所以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对于想要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判断。这个判断的话，内心最真实的一个想法。我觉得交朋友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有的人一聊，你就知道我能不能跟他交成长期的朋友。20几年已经碰到过很多人了，你已经大概的明白你想要交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，和你想象肖像不一样的朋友，你最后也不会一辈子走下去。你就有一种直觉，就有特定的一类的人容易成为你的朋友，或者其他那种人跟你合不来的，你可能再碰到这种类似的人，你也很难合到一块儿去。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是，不要指望着说用婚姻或者用感情来让你变得更快乐。虽然说他确实找得对会让你快乐一些，但是你要做好一个前期的心理准备，就是你会回到你的幸福指数的原点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有研究显示，你结婚后2年和你结婚之前的平时的幸福水平是一样的，会回归的。本身幸福基数比较高的人，他哪怕谈恋爱和不谈恋爱，他的幸福基数一直都挺高的。但是如果你本身是很不快乐的人，结婚之后大概率是非常不快乐的。因为他最后还是自己和自己的一个关系，你会把自己的人性当中的一些阴暗面也好，或者一些小的缺陷也好，都会投射到对方身上的。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接住你内心的这些磕磕碰碰的，所以最后你还是要自己来承接的。宁可不做选择，因为你可能选择了会更痛苦。那其实2个人在一起会有一些权力争夺的，我感觉我们也有，就是这个马桶盖应该放上去还是放下来，这个尿要溅到外面了，对不对？垃圾袋没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本身自己生活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很好，那别人跟加入你的生活，你只是小小的生气一下就过去了。但是如果你本来就跟自己很较劲儿，对自己充满了批评，或者没有办法完全接纳自己，也受不了自己身上的一些缺陷，那你也很难包容别人身上的一些小毛病。我觉得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的，还是先不要谈恋爱比较好。你或者说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一个很舒适的状态，然后你再去选择和别人组建一个小团队。就像进城拱白菜的一个少年一样，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迷茫的话，那么人生也不会眷顾。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本质上是清楚的了解自己，你是什么样的人。
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你自己的方向清楚了，那么别人也会正好进入到你的人生当中。然后再相信自己。Shed a very fast, no flowers of the land. In your arms where I belong. Watch as the city turns from gray to white, day turns into night. 哎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那我脖子不直。我刚才说吃过啦，还没有。还没烧。漂亮吗？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也很漂亮。这个耳环好看。那个耳环好看，好看的。好看呀。